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时候，有一个案子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洪武朝的胡惟庸案。在绝大多数通俗历史读物或者影视剧里，这个故事都被包装成了一个极其精彩的宫廷阴谋剧。普通的叙事会告诉你，胡惟庸这个人恃宠而骄，结党营私，甚至在家里藏了带甲的死士，准备买通太监里应外合发动政变，结果被英明神武的朱元璋提前察觉，来了一场雷霆反击。这种故事听起来非常过瘾，充满了戏剧冲突、密谋和背叛，非常符合大众对帝王将相、宫廷内斗的想象。但如果你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那你就完全被那些经过后世层层粉饰和编造的野史传说给蒙蔽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侦故事，也不是一个关于开国皇帝如何清除贪腐宰相的权力游戏，我们要聊的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地震。胡惟庸的死只是这场地震里掉落的一块碎瓦，朱元璋真正的目标根本不是胡惟庸这个人，甚至不是为了杀人灭口，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借题发挥，彻底终结在中国延续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把绵延千年的相权历史彻底送进坟墓。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做一件最基础的工作，那就是把事实和后世的解释区分开，把1级的正史记录和4级的民间野史剥离开来。如果我们翻开明朝最核心的1级史料，也就是《明太祖实录》，去仔细核对洪武13年正月胡惟庸倒台那一天的真实记录，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惊人的细节。在很多民间传说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桥段，叫做西华门太监勒马。说的是胡惟庸骗朱元璋去他家里看所谓的祥瑞，其实是在家里埋伏了刀斧手。朱元璋正坐着轿子去呢，结果走到西华门的时候，一个叫云奇的内史太监突然冲出来拦住御驾，拼死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朱元璋登上城墙一望，果然看见胡惟庸家尘土飞扬，刀枪林立，于是立刻下令抓捕胡惟庸，当天就把他处决了。这个故事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连太监的名字都清清楚楚。但只要你稍微具备一点制度史的常识，或者去查一下同时代的文献，就会发现这完全是扯淡。在洪武13年正月的《明太祖实录》里，根本没有这个戏剧性的拦截场面，更没有刀斧手和祥瑞的记载。真实的记录非常平淡，就是御史中丞图杰等人上书告发胡惟庸谋反，然后朱元璋下令彻查，随后胡惟庸被捕处死。更重要的是，在胡惟庸被杀的当天，朝廷给他的定罪罪名根本不是我们后来熟知的通敌叛国或者弑君篡位，而是擅权。什么叫擅权？就是枉法枉权、越权专断、欺上瞒下，说白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违纪和行政越权行为，属于严重的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僭越，而不是颠覆政权的武装叛乱。那么这个后来被称为大明第一谋反案的滔天巨案，那些所谓的通倭、通北元、谋反的罪名是哪儿来的呢？他们是在胡惟庸死后的5年、10年，甚至15年里被一件一件、一桩一桩的追加上去的。这就引发了我们的第一个核心疑问，如果胡惟庸在洪武13年就已经死了，他的肉体已经消灭了，为什么朱元璋在此后的10几年里还要不停地往这个死人身上泼脏水，不停地扩编这个案子的同党，最后甚至株连了超过3万人，连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都在胡惟庸死后10年被牵连处死。如果朱元璋只是为了清除一个有威胁的政敌，他已经做到了，为什么他还要表现得如此偏执和漫长？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朱元璋需要胡惟庸变成一个永恒的符号，一个制度性邪恶的象征。他不是在和胡惟庸这个人作战，他是在和胡惟庸背后的那个位置，也就是宰相这个职位作战。他必须通过不断的证明胡惟庸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丧心变态，来反向证明宰相这个制度是多么的危险，从而在合法性上彻底铲除这个职位存在的根基。要看清这场权力的终极博弈，我们不能只看朱元璋个人的性格，很多人喜欢把朱元璋的行为归结于他的残暴、多疑和嗜杀。不可否认，作为草根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对官僚集团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感，他的性格里确实有极度偏执的一面。
但如果我们把一个深刻的制度变革完全归因于皇帝个人的心理缺陷，那是极度肤浅的。制度的问题必须回到制度本身去寻找答案。我们必须问自己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大明建国初期，皇权和相权的冲突会变得如此尖锐，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这就要去审视大明初年所承袭的来自元朝的政治遗产。大明建国之初，各项制度其实并没有完全定型，很大程度上是在照抄元朝的中书省制度。而元朝的中书省制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极其奇葩和极端的结构。在中国传统的隋唐三省六部制里，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三权分立，中书定旨，门下审驳，尚书执行，相权是被切碎的。到了宋朝，皇帝进一步分权，宰相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三司使管财政，宰相的权力被进一步压缩。然而到了元朝，因为蒙古统治者对复杂的汉地官僚机构缺乏耐心，他们采取了一种极度粗暴的集权设计，直接废除了门下省和尚书省，只留下一个中书省。这个中书省统领天下所有的政务。不仅如此，全国的六部，也就是吏、户、礼、兵、刑、工这6个国家核心行政部门，全部直接隶属于中书省，听从中书省的指挥。这就意味着元朝以及明初继承的这种中书省体制，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权力处于巅峰状态的宰相。作为中书省的长官，左丞相和右丞相不仅拥有决策的参与权，还拥有绝对的执行权。6部尚书不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他们是宰相的下属，必须向中书省汇报工作。在这种结构下，宰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过滤器和权力垄断者。全国所有的奏折、所有的灾情、所有的人事任免，首先要送到中书省，由宰相和中书省的官员进行筛选、批注、处理，然后才能呈报给皇帝。如果宰相想瞒一件事，皇帝在深宫里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朱元璋在当上皇帝后不久，就极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制度带来的窒息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朱元璋面对的决策环境。他是一个工作狂，恨不得天下大事事必躬亲，但他发现整个国家的官僚机器并不直接听命于他。他下达一个命令，必须通过中书省下发给6部，6部有什么反馈，也必须通过中书省汇报给他。胡惟庸作为左丞相，在这个位置上干了7年。在这7年里，他利用中书省的这种制度优势，开始疯狂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史书上说他生杀予夺，许多犯了罪的官员，只要送礼走他的门路，就能得到庇护。许多御史的弹劾奏章，到了中书省，直接就被他扣押下来。这在朱元璋看来，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在帝王的逻辑里，整个天下都是我的，而你胡惟庸竟然在我和我的臣民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让我变成了瞎子和聋子。但是请注意，这里的核心矛盾依然不是胡惟庸这个人有多坏，而是中书省这个制度允许宰相这么做。即使没有胡惟庸，换成李惟庸、张惟庸，只要他坐在那个能够统领6部、过滤信息的中书省丞相的位置上，他也必然会成为皇权的巨大威胁。朱元璋作为一个具有超级政治智慧的统治者，他看得非常透彻。他知道，如果只是杀了一个胡惟庸，再换一个宰相上来，过不了几年，新的宰相又会凝聚起一帮官僚，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集团，继续跟皇帝分庭抗礼。这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无解循环。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换人，而是砸碎这个王座，彻底废除宰相这个职位。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3个大问题，既然宰相制度这么危险，为什么它能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从秦始皇设立丞相开始，汉承秦制，唐宋继续发展，为什么过去1000年的皇帝没有一个人敢说要把宰相彻底废掉？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能够在洪武13年做成这件前无古人的事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拉长历史的焦距，去看看过去1000年里中国古代的相权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到了明朝初年，整个社会的底层结构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相权的消亡，在学术界其实存在着多种解释路径。
我们可以从制度演进的逻辑去解释，也可以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去解释。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复杂性。首先，从制度演变的路径来看，中国古代1000年的政治史其实就是一部皇帝不断跟宰相夺权的历史。皇帝的本能是集权，而宰相的本能是分权和制度化。在汉朝，丞相权力极大，甚至可以跟皇帝平起平坐，坐着和皇帝聊天，这叫坐而论道。皇帝觉得相权太重，于是开始任用自己身边的秘书、尚书、侍中，组成一个内朝，去架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久而久之，这些原本是秘书的内朝官员变成了新的外朝宰相，比如隋唐的3省长官。到了唐朝，皇帝发现这3个长官权力还是大，于是又设立政事堂，让一堆人一起当宰相，通过增加宰相的人数来稀释相权。到了宋朝，更是把宰相的财权、军权全部剥离。所以，如果我们看这条制度演进的曲线，你会发现相权的整体趋势是在不断被削弱、被分割、被降级的。但是，为什么过去1000年的皇帝虽然不断削弱宰相，却始终保留着这个职位呢？因为他们需要宰相来承担2项不可替代的功能，一个是工具性的，也就是行政效率，另一个是合法性的，也就是政治缓冲。在技术手段落后的古代，面对幅员辽阔的帝国，皇帝一个人是不可能处理完所有政务的，他需要一个高效的专业官僚首脑来帮他统领政府，这就是宰相的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政治缓冲价值。古代中国讲究天人感应，如果国家出现了灾荒、战争失败或者政策失误，需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皇帝是天子，天子是不能犯错的，如果天子犯错，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动摇。这时候，宰相就是最好的替罪羊。一旦出了大问题，皇帝可以下诏罪己，但更经常的做法是免去宰相的职务，甚至赐死宰相，来平息民愤，转嫁政治风险。那么，到了明朝初年，这2个支撑宰相制度存在的底层逻辑为什么失效了呢？这就涉及第2种解释路径，也就是社会结构和阶层精英的变化。在唐朝以前，中国是门阀政治，宰相往往出身于弘农杨氏、陇西李氏、清河崔氏这样的超级大氏族。这些氏族拥有强大的地方根基、经济实力和文化垄断。那时候的宰相坐在朝堂上，他代表的不仅是他个人，也不仅是官僚机构，他代表的是整个北方或者南方的氏族集团。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皇帝是绝对不敢废除宰相的，因为如果你废除了宰相，就意味着你跟整个帝国的统治精英彻底决裂，你的皇位根本坐不稳。到了宋朝，经过5代10国的战乱，门阀氏族被彻底摧毁，科举制确立，中国进入了平民士大夫时代。宋朝的宰相如赵普、寇准、王安石、司马光，他们虽然没有了门阀的血统，但他们拥有了一种新的武器，那就是儒家的道统。宋代士大夫有一种强烈的自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认为天下的治理权属于士大夫集团，皇帝和士大夫是共治天下的关系。皇帝掌握正统，也就是合法的最高权力，但宰相和士大夫掌握道统，也就是道德和真理的最高解释权。在这种氛围下，相权代表的是一种集体理性和文官体制的尊严。如果皇帝想要废除宰相，就会遭到整个文官集团疯狂的道德抵制。但是，当历史的车轮滚到明朝初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个极其致命的倒退和变化。元朝统治中国的近1个世纪里，对传统的儒家文官体制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元朝长期停开科举，官员的选拔大量依赖世袭的妾薛和吏员出身，这导致在元朝，传统的儒家道统被边缘化了，官僚机构彻底变成了统治者的办事工具和奴仆。那种宋代士大夫视天下为己任的傲骨和主体性，在长期的压制下几乎荡然无存。当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淮西功臣集团和浙东文人集团虽然也在争权夺利，但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宋代士大夫那种可以用道统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底气。在朱元璋眼里，胡惟庸这帮人算什么？他们不过是一群在战乱中跟着自己起家的投机者，或者是一群依附于皇权求荣的政客。他们既没有高贵的门阀血统，也没有神圣的道统光环。他们手里的权力100%是朱元璋赋予的。当相权失去了阶层根基，又失去了文化道统的保护，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赤裸裸的行政权力。而对于一个习惯了绝对掌控的开国皇帝来说，剥离这种纯粹的行政权力，比剥离带有神圣属性的权力要容易得多。胡惟庸的专权和愚蠢，正好给了朱元璋一个完美的口实，让他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向整个天下宣告，宰相这个职位就是乱臣贼子的温床，就是帝国动荡的根源。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洪武13年正月的那个决定性的瞬间。我们要运用反后见之明的原则，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去看看朱元璋在做出废除宰相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战争迷雾之中，他掌握了什么信息，他又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很多人以为朱元璋废相是运筹帷幄、蓄谋已久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当时的局势，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极其惊险的政治豪赌。朱元璋是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甚至面临巨大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仓促而决然地发动的这场体制革命。在洪武初年，明朝的外部环境绝对称不上安全。北元政权虽然退回了漠北，但他们的军事实力依然极其强大，随时准备南下反扑。就在洪武13年前后，明朝边境的军事冲突依然频繁，王保保等元朝名将依然是悬在大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内部、西南、华南等地的局势并未完全平定，新政权的根基还远远谈不上稳固。在这样一个依然处于半战争状态的时期，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君主，最核心的诉求都应该是维持行政机器的高效运转，避免内部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因为一旦中央政府陷入瘫痪或内斗，外部的敌人和内部的野心家就会乘虚而入。而朱元璋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胡惟庸利用中书省对信息的垄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朱元璋并不知道胡惟庸到底勾结了多少人。当时朝廷里的开国元勋，比如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等人，都经常出入胡惟庸的府邸。更让朱元璋寝食难安的是，中书省和军队之间似乎也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在古代政治中，皇帝最害怕的不是文官贪污，而是文臣和武将结盟。一旦手握行政权的宰相和手握兵权的将军达成同盟，皇权就会瞬间被架空。朱元璋当时掌握的信息是高度碎片化且充满污染的，御史们的告发可能夹杂着朋党之争，锦衣卫的前身拱卫司汇报上来的情报真假难辨。朱元璋不知道，如果自己对胡惟庸动手，会不会引发淮西功臣集团的集体武装叛乱。他不知道六部官员在失去了中书省的领导后，整个国家的行政机器会不会瞬间陷入瘫痪。他更不知道自己废除宰相之后，单凭自己一个人的精力，到底能不能扛起这个庞大帝国的日常运转。这是一个巨大的决策风险。如果他失败了，明朝可能就会像秦朝或者隋朝一样，成为一个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但朱元璋的性格和他的政治逻辑决定了他必然会选择迎难而上。对他来说，一个无法完全掌控的中央政府，比一个可能陷入混乱的中央政府更让他无法接受。他选择了一种极其狠辣的战术，雷霆一击，先发制人。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迅速逮捕并处决胡惟庸，打乱了所有人可能的联合反应。随后，他下达了那道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著名诏令。他宣布废除中书省，罢去丞相职位，由皇帝亲自统领吏、户、礼、兵、刑、工6部。在这道诏令里，朱元璋用了极其严厉的词汇，给宰相制度定下了历史的调子。他说，自秦始至丞相，不选种而亡。汉、唐、
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协行，不敢相压，是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请大家仔细体会这段话背后的制度设计逻辑。朱元璋把秦朝以后的历史悲剧全部归咎于宰相制度的存在，他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哲学——分权。但请注意，他的分权和现代政治的分权完全是两码事。现代政治的分权是为了制衡皇权或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而朱元璋的分权是把下面的执行权力切成碎片，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告密、彼此协行，谁也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官僚意志。而所有的线头、所有的控制权，最终都汇聚到最高处的那一个人手里，那就是皇帝。是皆朝廷总之，这里的朝廷就是皇帝本人的代名词。为了确保这个制度能够万世不竭，为了防止他的子孙后代因为软弱或者偷懒而重新设立宰相，朱元璋甚至在后来编纂的《皇明祖训》里留下了极其恶毒的诅咒。他明确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及时合奏，将犯人凌迟处死，全家处斩。这是一个极其震撼的政治誓言。一个开国皇帝用全家处斩、凌迟处死的极刑去恐吓自己未来的臣民，不允许他们再提某一个官职的名字。这足以证明朱元璋对宰相制度的恐惧到了何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也足以证明他废除宰相的决心是何等的决绝。他要在法统上，在血缘上，在家族记忆上，把宰相这个幽灵彻底从中国的政治版图里驱逐出去。然而，当我们跳出洪武朝的时间线，站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高度去审视这次变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极其讽刺，也极其符合制度演进规律的生态反馈：自然界厌恶真空，政治体制同样厌恶真空。朱元璋以为他凭一己之力砸碎了宰相的王座，就可以实现皇权的绝对自由和绝对掌控，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物理约束，那就是人类精力和信息的极限。废除宰相后，整个帝国的行政结构发生了一个致命的变化。原本由中书省和宰相分担的对全国奏折进行初步筛选和处理的繁重工作，毫无缓冲的全部堆到了朱元璋的办公桌上。根据后世史学家的精确统计，在废除宰相后的洪武17年9月14日至21日，短短8天时间内，内外诸司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折一共有1660件，涉及的事情多达3291件。这意味着朱元璋平均每天要阅读200多件奏折，处理400多件政务。即使朱元璋是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和无限精力的政治超人，他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他可以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可以不放假、不休息，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在中南海一样的紧身殿里疯狂批阅文件。但是他的子孙后代呢？他的儿子朱棣或许还能勉强跟上他的节奏，那他的孙子明宣宗呢？后来的明宪宗、明武宗、明神宗呢？那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后代皇帝，怎么可能拥有朱元璋那种从血雨腥风中锻炼出来的强悍体魄和精神力量？如果皇帝不想累死在办公桌前，他就必须寻找帮手。这就导致了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必然的制度基因突变——内阁制度的诞生。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因为实在太累，开始设立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东阁等大学士，让他们帮自己读书、考证，充当顾问。请注意，朱元璋给这些大学士的定位非常低，他们只是五品官，根本不是宰相，没有决策权，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参政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一群高级的学术秘书。然而，到了朱棣时期，因为朱棣经常要御驾亲征北伐蒙古，留在北京的朝廷需要有人处理日常文件，于是大学士们开始常驻内阁，参与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本只是五品秘书的大学士，因为距离皇帝最近，天天帮皇帝起草文件，提出处理意见，他们的权力开始悄悄地、不可阻挡地膨胀起来。到了明朝中期，
内阁大学士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渐演变成了事实上的首辅。像我们熟知的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尤其是张居正。张居正当政的时候，其权势之大，不仅可以任意任免6部尚书，甚至可以对小皇帝指手画脚。这时候，我们不妨问自己第4个核心问题：张居正这个大明首辅和当年的左丞相胡惟庸究竟有什么区别？如果张居正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当年的胡惟庸，那朱元璋当年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杀了那么多人去废除宰相，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历史转了一个大圈，难道只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把宰相改名叫做首辅吗？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太低估朱元璋废相所带来的深远制度后果了。张居正和胡惟庸有着本质的区别。胡惟庸是名正言顺的宰相，他的权力来自于祖宗的法统，来自于周礼和千年传承的制度。他是外朝的领袖，中书省是合法的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如果皇帝不听宰相的，或者无故罢免宰相，在制度上和舆论上是要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这叫君臣共治。宰相的权力是硬的，是有法律保障的。而张居正的内阁首辅，在明朝的法统里，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定官职。内阁在名义上永远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首辅的权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皇明祖训的合法承认。张居正之所以能权倾天下，不是因为内阁这个制度赋予了他多大的权力，而是因为他获得了当时李太后和太监冯保的绝对信任，他的权力是皇权借给他的。这种没有制度保障的权力，表面上看起来极度庞大，实际上脆弱的像一张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可以呼风唤雨，而他一旦去世，小皇帝朱翊钧、万历皇帝只要勾一勾手指，就能在几天之内把张居正家满门抄斩，夺走他所有的荣誉，甚至差点把他掘墓鞭尸。整个文官集团面对这种皇帝的清算，根本无法组织其有效的制度性抵抗。因为在法理上，张居正只是一个越权的秘书，他不是宰相，他没有相权的合法保护。这就是朱元璋废相的真正威力所在，他把相权从一种法定的可以跟皇权对抗的独立力量，降级成了一种依附于皇权的随时可以被收回的寄生力量。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后果，制度的连锁反应往往会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朱元璋通过废除宰相，彻底降服了文官集团，让内阁首辅变成了畸形的秘书。但这带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寄生怪物，那就是太监专权。因为内阁首辅虽然是秘书，但他依然属于文官集团，他依然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他依然有着文官的集体利益和道德底线。皇帝为了防止内阁变成新的中书省，为了防止首辅变成新的宰相，必须在内廷建立一套力量去制衡内阁。于是皇帝选中了自己身边最忠诚、最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太监。明朝中后期发展出了一套精妙而残酷的公文处理流程，叫做票拟和批红。全国的奏折送到内阁，内阁大学士们用墨水在纸上写出处理意见，这叫票拟。然后这些写了意见的奏折被送到内廷，由皇帝用红色的朱砂笔做出最终裁决，这叫批红。如果皇帝懒得批红怎么办？他就把这个权力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司礼监秉笔太监。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局面，内阁首辅，一个饱读诗书、经历了无数次科举考试杀出来的国家顶级精英，他们殚精竭虑想出来的国家政策票拟，最终必须由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身体残缺、完全依附于内廷的司礼监太监去用红笔勾画批红，才能变成国家的法定法令。这就诞生了像王振、刘瑾、魏忠贤这样的9000岁。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可以把内阁首辅玩弄于股掌之间，可以把6部尚书当作自己的干儿子。这难道是朱元璋废除宰相时想要看到的局面吗？朱元璋在位时对太监的防范是最严密的，他在宫门前立了一块铁牌，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遇者斩。他甚至不允许太监识字，他以为这样就能杜绝外戚和宦官之祸。但他没有想到，
正是他亲手废除宰相的举动，在客观上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这个真空最终只能由太监和畸形的内阁来填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胡惟庸案的真相从来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终结中国1000年的相权历史。朱元璋在这场博弈中取得了他想要的胜利，他让后世的明朝皇帝拥有了中国历史上最绝对、最不受制度约束的权利。但这种胜利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他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君臣共治的弹性结构，消灭了文官集团作为体制缓冲的可能性。当相权被消灭，皇权就不得不赤裸裸地直接面对整个官僚体制的消极抵抗，面对内廷与外朝无休止的黑箱内耗。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相权的终极消亡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走向了极端的精致化与僵死化。他用一种近乎偏执的行政洁癖消灭了权力的分享机制，最终导致了系统风险的急剧累积。胡惟庸这个名字在洪武13年之后的数百年里被反复提及，成为了每一个试图维持职业尊严的文官头顶的紧箍咒。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与复杂之处。你以为你消灭的是一个涉嫌僭越的权臣，但实际上你亲手关上了一扇通往政治改良的大门，让整个帝国在走向绝对专制的道路上再也无法回头。